黄杰明先生，我们收到有关于你涉嫌偷拍影片和猥亵儿童的举报。这张是我们的搜查令，请你配合警方调查。Sir，收起来。哇，他的画是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画不出来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，原来画可以透着邪气。 够了，说到自己很懂艺术。Hello， 这叫做艺术，你不要亵渎艺术好吗？除了你们给的 link， 我们也在他家收到几个硬碟，里面存的全都是他在厕所偷拍的视频。多亏桂山及时抢救，要不然我们也没有证据报警啊。喂，安迪，等了30年，我还以为你会有兴趣见证黄老师被警察抓的那一幕啊。抓到就好咯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对了，你们有看今天的新闻报告吧？黄老师被捕，陆陆续续有很多受害者都向警方报了案，有10几年前的，20几年前的，近几年就比较少。后来那个叫依依的小女孩也来报案了。不意外啊，生理知识普遍化，大家对性骚扰多了认知，不像以前那样傻傻的被欺负了也不吭声啊。根据 Rex 的口供，黄老师的猎物通常是那些家庭有状况、缺乏家长关心的小孩。是啊，只有这种小孩子被欺负，才不会有人站在他们身边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活该他有这样的下场。黄老师的画好像有得过奖，在新加坡也是蛮有名的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还有这种癖好啊！借艺术为名，靠伤害别人启发灵感，我看他应该是对画画痴迷，想要自我突破吧。哇，好的，分析的不错哦。离开了警界这么久，没想到你的思维逻辑还是顶呱呱。黄老师在招控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么说的。这种逻辑呢，多看推理小说不难猜的。师傅说过你是有天赋的，离开了警界是我们的损失。峰哥，归队吧，我们同事都很想你。想念我呢，就用实际行动来表示，多进一点钱去我的户口呢。我烧给你，烧。你也真是的，为什么当年要说自己撒谎？如果你坚持是被欺负的，那个老色狼就不会逍遥法外30年了。我一开始是说实话，可是你们相信吗？你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问自己的女儿，她有没有撒谎，你要我怎么回答？我们也只是求证而已，没有说不相信你啊。他敢问得出口，就证明他怀疑我。连我爸都不相信我，我澄清有什么意思？都是我们太粗心了。不过，当年你爸看到你闹脾气，他真的是有私底下再去查过的。可是那老色狼啊，太狡猾了，找了一大堆人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再加上你又承认撒谎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追究下去了。那个人挑中我来欺负，不是没有道理。连一个外人也看得出来，我跟我爸不亲。天底下的父母没有一个是不爱自己孩子的。如果我哥现在还在，知道当年没有好好保护你，他肯定会很自责的。我不稀罕他自责，我要的根本不是这些。自责也没有用了。姑姑以行动来弥补。走，我陪你去报案。我不想去。为什么这样？算姑姑错好不好？对不起。哦，I'm sorry。
姑姑，我不是怪你，我不是在闹情绪，只不过已经过了30年，我已经很努力忘记那些可怕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想再记起来。你不想看到那个男人有报应吗？有很多受害者已经去报案，他一定会得到很重的惩罚。我要的已经做到了。那姑姑尊重你，可是你随时改变主意的话，我一定会陪你。好了，不要再难过了，说些别的东西啊。我今天呢，跟Hansel出去约会了，这身打扮漂亮吗？漂亮漂亮，整栋楼你最漂亮。好了，姑姑，我有点累，我进去休息一下，你继续漂亮下去 ，OK？ 吴月清，干嘛？要坐顺风车啊？哦，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这么 emo 啊？喂，你真的不打算去报警啊？黄老师已经被抓了，你应该很开心啊，为什么好像看起来怪怪的？爸爸是警察，女儿是受害者。过了那么多年，爸爸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觉得这个女儿应该开心吗？你不觉得很讽刺吗？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，就不要钻牛角尖啦，人是要向前看的。对啊，我就是决定向前看，所以不想计较了，就当做是我对她尽最后的孝心。我不明白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去报警，一定会被他的旧同事看笑话。为了守住他在警界英勇的形象，我受一点委屈就算了喽。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啊！我要报警的人是你，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此人身上啊？你要维护师傅的形象，有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啊？还有，我不相信师傅是那种为了面子呢，愿意让自己女儿受委屈的人。你真的懂我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？我跟他之间的关系，你这个外人怎么可能比我更清楚？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别人。你不要每次提到师傅呢，就像刺猬一样，可以吗？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袒护他。我爸是一个把工作看得比命更重要的人。他在我眼里不是一个好爸爸。我跟我妈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。好，可能是我不够客观，但是我看到的是他很在乎你啊。他担心你人生没有目标，所以把侦探社留给你。他怕你不会打猎，就把我安排进去。还有，你知道探星侦探社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他说他当警察探案这么多年，最遥不可及的就是他女儿的心啊。他有遗憾，是因为你不懂他。他总是那么自私，自己一点都不懂我，反而要我去懂他。啊，算了啦，
他已经走了，不会再影响到我。需要这么绝情吗？不要道德绑架我，不吃这一套。如果师傅知道黄老师欺负你，他什么都不做的话，就算他死了，他也不会好过的。难道你要你爸爸永远都觉得欠着你的吗？我就是要他欠我。难道因为我是他女儿，我就一定要原谅他吗？难道因为他死了，我就没有立场怪他吗？我知道你想帮我们解开心结，可是这个心结我不想解，不可以吗？为什么你一定要搞到自己很像悲剧人物啊？啊？黄老师的事结束了，你就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去记恨你爸，人生就没有寄托了吗？顾月心，你过得好不好，由始至终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恨一个人需要很大的力气的，难道你这样子就开心了吗？啊？国安把看过去的力量给你，可能是巧合，但是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安排，因为你这个人就是喜欢背着过去惩罚自己，惩罚别人，但有了这个力量，你就可以看清楚往事，好好面对过去。面对师父，邱先生，来了。我就是特别喜欢文书的味道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个习惯还是改不了。邱先生，你现在住在新加坡，需不需要我安排？不，我不住这里，我住新山。这里人太多了，住的地方太密集，而且到处有 CCTV， 好像被人监视，我不喜欢。那新山哪里？需我派人手过去吧？行了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安排。我更好奇的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从老远的美国过来这里吗？知道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老头快死了，所以现在吩咐你做的事，你都不把它放在心上？不是的，一切都在进行中，我已经快处理。这人老了就怕死，我想一直活着，所以那个人的力量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我会再联络你的。我要是不过来，我想他真的会打算在这里退休。这味道很涩，
把控不好，泡太久了。你很少失误。邱先生来到新加坡了，我刚见过他。他来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到马来西亚几天了，一直住在新山。难怪我们的人没有汇报。不奇怪，他向来疑神疑鬼，心中神秘，很正常。他来时呀，一定有人在监视我，计划加快吧。都安排好了，等于上钩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心思去接近顾叶欣？直接抓人不好吗？硬抢未必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你忘了，邱先生受过教训吗？想让一个女人对你信任，表面功夫还是需要的。邱先生当年用郭安的样子威胁他，我还以为只是传言。未必是假的，像是邱先生会做的事。明白，我安排好了，再通知你。等一下，趁邱老头出现了，帮我打听一下法器的下落。好。拿起精神来，泡一杯咖啡而已嘛，需要那么麻烦吗？这叫品味。他泡咖啡，我泡他。好了，今天的大师班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我先回侦探社，你慢慢泡啊。哎，打个招呼再走嘛。怎么样？会闷吗？不会，怎么会闷呢？你今天让我大开眼界。你的这杯呢是 medium roast Colombian 的豆子，带点 nutty flavor， 口感很 gentle， 特别适合像你一样独立自信的女人。这杯是伊 o 比亚的豆子，有淡淡 lavender 的香味，口感很柔顺，像你给我的感觉。我真没想到咖啡能够原来这么有趣。刚才你在介绍，我都舍不得上洗手间呢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要不要过去那边坐啊？可以啊。好，谢谢。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吗？还好啦，不过那么讲究的咖啡我很少喝，我比较喜欢喝狗鼻点那种。啊，新加坡咖啡很有南洋特色，我也喜欢。那你对咖啡那么讲究，对女人也应该很挑吧？不一定，看缘分。那你喜欢什么口味的？什么？哦，sorry，我是说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？像我姑姑那种，你喜欢吗？不抗拒。像你这类型的也很吸引我。哇，嘴巴那么甜，很给面子啊。那你平时除了研究咖啡，你还有什么爱好？我很爱吃，只要是美食我都有兴趣。你呢？我还好啦，可以吃饱我就 OK 了。反而是我姑姑跟你很像啊，她可以为了吃咖喱鱼头，坐车从澎湖 all the way 到珠江去吃啊。以后你想吃好料，你找她就对了。好。那你呢？如果想约你，要用什么理由好呢？你想私下聊啊？你找我当军师就对了。姑姑的爱好我全部都懂，有机会我们出去聊，我慢慢跟你说。到时候你给她 surprise，OK？你给我你的手机，我给你我的手机号码，你 call 我。好啊。不好意思啊。你们在聊些什么呀？
没聊什么兴趣爱好之类了。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。张元峰说侦探社有人找我，我先走了啊。这么快？哎呀，你们两个就慢慢的聊。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什么事啊？她就是顾先生的女儿。你好。姐姐，我以为我等不到你，你的礼物我放在桌子上了。他们是师傅的客户啊，这位是庄先生，还有他儿子 Louis。哦，弟弟啊，你为什么要送我礼物？我们想感谢顾先生，可惜来晚了，所以给他的礼物就送给你了。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了，师傅很少提起工作的事，所以月心不知道的。一场误会，那时他逃学，我骂了他几句，谁知道他觉得委屈就离家出走。我拜托了私家侦探社帮我找他，幸好遇到了顾先生。哦，侦探社收钱办事，应该的吗？没什么事是应该的。顾先生救了路易斯，这句谢谢是我们欠他的，还好我还来得及弥补。没那么严重啦。顾先生是个好人，他接了我的案子，陪我聊了一整晚的心事。只是收钱办事，怎么能跟我掏心掏肺？他所说的话，我都还记得。可惜，来不及跟他好好道别。庄先生说啊，师傅那个晚上一直叫他要珍惜，错过孩子长大的时光呢，就回不去了。师傅很像在说别人，但是说的是自己吧？刚才你说那个路易斯在学校被霸凌，所以逃学啊？他要怪他爸爸，没有问原因就责骂他，一气之下想不开，还要师傅及时赶到医院阻止一场悲剧，要不然那个路易莎已经投胎了。幸好他年纪还那么小。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这么幸运的。师傅设立这个侦探社，就是为了阻止遗憾，但没想到自己却是带着遗憾离开的。他的遗憾是你啊！不要说教，我不想听。对牛弹琴，我才不要浪费口水。哎，今天是我妈生日，我要回去孝顺她了。有没有兴趣一起唱生日歌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8岁之后就不过生日了，我很怕过生日的。你跟安迪说生日快乐，恭喜发财。你怪癖真的很多啊！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的杯子啊！死人番薯糕，可弄脏我的桌子，扣你薪水。生日快乐，1年1份。
一份，都是爸爸送给你的。一转眼你就38岁了，没想到一场意外，连生日快乐这么普通的祝福，我再也没有资格跟你说了。都是我不守信用，是我失约，你妈妈才会遇到那场车祸，才会让你离我越来越远。人都是一样的，在世上走这一趟，匆匆忙忙啊，回头才发现，辜负了时光，辜负了相遇一场。女儿，26岁，生日快乐！我这一生坦坦荡荡，走的时候以为能潇潇洒洒，直到时间不多了，才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及格的爸爸。如果每个带着遗憾离开的人，都可以许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我能在每个角落守护你。我要我女儿的每一个明天，都过得比昨天有意义。喂，陈律师啊，对，是我。我要你帮我立一份遗嘱，我想把侦探社交给我女儿。怕她以后一个人，希望她有个寄托。我这辈子查案推理，多狡猾的罪犯都不难应付，唯独我女儿的心，是我永远都到不了的地方。女儿，爸爸开工了。女儿，爸爸和你的故事，我来不及破案了，我只能把侦探社留给你，让你走我走过的路，看看未来的路上，我们会不会重逢 ？OK？爸，对不起。谢谢你。
早啊！哎，早，哎，外面那个否认的布条呢？我帮你泡了咖啡，早晚开工。帮我泡咖啡有没有下毒啊？我要重新出发，好好经营侦探社。这家店我已经续租约了，打算长期做下去。你是想到新的招数跟我抢遗产是不是啊？其实我想过了，这家店分你一半也无妨，不过里面的钱谁都不能拿出来，爸分你的财产当做投资。这家店如果赚到钱有分红。Yes。回光返照啊！那插座你会不会修啊？常常漏电呢。到底怎么啦？你有没有事啊？不是啊，我昨天被电到，看到我爸。看到师傅，你见鬼了！你放聪明一点可以吗？我是说，我发现我不只摸到人，可以看到他们的过去，我摸到他们碰到的东西也一样有效。这么说，我真的想起来了，我之前也被电过，之后就看到你有危险，你记得吗？上一次你被绑匪抓去，然后我带阿迪去救你啊。真的是这样啊？我就知道可以这样用，好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哎，你说我们的力量会不会像武侠小说那样越练越神？然后有一天我们就会像国安一样厉害？你想太多了，我觉得我们的力量是一样的，只是还没有发觉要怎么用。如果你有妄想症，就去看医生，吃点药 ，OK？ 你不信我信，我要再 try 多一次。有没有 try？ 你真的很奇怪了，走开啦，神经病！这张照片我找了很久，原来你放在这里。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啊？原来我错过了那么多。喂，郭雨欣，站好！哎呀 ，You are so cute， 我喜欢你。喂，站好啊！别玩了，别玩了！喂。你要多多休息。啊，医生，你肯定他没事嘛？那为什么会突然间晕倒？会不会是有什么隐疾还没被发现的？你不放心的话，就让他住院1天观察。啊，好，谢谢你了，医生。月心啊，姑姑呢现在有事约了客人，那我等一下忙完之后呢，我就过来找你啊。我没事的，你去忙吧。这里的就交给你了啊，麻烦你了，我等一下回来啊。OK， 包包、证件都在里面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包包给我，我拿 IC 给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晕倒过。可能是你昨晚哭得太累，又或者是静电吧。我刚才就觉得你身体怪怪的。什么怪怪的？
我抱你的时候还被你电到，看到一些片段哦。看到什么片段？你看到我冲凉啊，你这个死变态！神经病！我才没有兴趣看你冲凉啊！你别痴心妄想了。没有就好。难道是神秘力量的副作用？喂，我问你啊，刚才你晕倒，我碰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看见呢？什么看见你看见的？我突然眼前一片黑，然后什么就看不见了。你到底看到什么？快讲哎！我看到你跟我告白啊，你还我啊？精神科在3楼，你最好去看一下医生啊！不要烦我，我要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慢慢死，你安息吧。怎么还没有看我的 message？ 有那么忙吗？小心！不好意思哦。哎，谢谢你。他的人很好啊，有礼物送啊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对不起。韩奏，你来看月星啊？不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不舒服怎么下来呢？没有啊，肚子有点饿，就下来买东西吃哦。啊，不要吃那个了，我给你买了宵夜，上去吃吧啊。哦，没事吧？哎，我的就是麻烦你了啊。哎，哎呀，你看走路都跌跌撞撞的。是啊，我小心啊。下午吃不多，所以有点饿。姑姑，你不用担心，昨晚睡得很香，今天精神很好。你去忙你的，我们回家再聊 ，OK？ 拜拜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知道你早上出院，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。不用啦，我自己可以出院的吗？没关系，你真的是我的贵人哎！每次我遇到麻烦，你就会出现。我应该请你吃饭。好啊，就今天午餐吧，有空吗？今天？好啊，我问一下姑姑，看她下午有没有空。不用问他了，他会忙到晚上。你是病人，病人呢就应该好好的休息，不适合跟大叔约会。什么大叔，这么没有礼貌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叔，人家刚刚出院，你就不要逼他陪你吃饭啦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就是这样，喜欢捉弄别人的。没关系，是我不够细心。那就下一次吧，下一次我叫姑姑一起来。好，下个星期三晚餐有空吗？好啊，不过我请客 ，OK？ 你请客？那我挑餐厅了。好啊，你是吃货，挑的一定好吃的。他应该没车吧？我有车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是啊，不用了，我跟他还有公事要聊，不用麻烦你了。走吧，拜拜。拜拜。
我是郭安的养女，可是我没有他的那种力量。你想干什么？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试试看你会不会复活而已。我听我养父说过，力量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上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，可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，我没有见过。阿婆，希望你没骗我，不然我以后就不带礼物过来了。好，出来看我派礼物。你相信他说的话？一半一半。把那天那2个复活的人找出来，那天他们没死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那这个老太婆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她？先留着吧，看着她，确定她身上没有我们要的力量，再决定要不要让她长命百岁。水要继续下坠，心底的阴影莫名又插队，明知不完美，又想去诋毁。我找谁？我问谁？我是谁？当记忆迷